万物始于罗各斯、大爆炸和原始之因欧。大爆炸理论认为，物理宇宙始于一个热量无限高、密度无限大的点，这个点被称为起点，这是一个比针头还要小数十亿倍的点。但是理论并没说明原因或者方式。有时事物越神秘，我们越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了解它。人们曾认为引力最终会减缓宇宙膨胀，或者在大坍缩中使宇宙收缩。然而，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图像显示，宇宙的膨胀似乎正在加速。随着大爆炸的发生越来越快，宇宙中似乎还有更多超出物理学预测的质量。为了解释这些质量，物理学家称，目前宇宙中只包括4%的原子物质，或者说我们所认为的普通物质，其余23%是暗物质，73%是暗能量。而我们曾一度认为这些只是真空，它就像一个隐藏的神经系统在宇宙中运行，连接着万物。古代吠陀老师曾说过纳达梵天，意为宇宙是震动的，震动场是所有真实的精神体验和科学探究的根源所在。这是圣人、佛陀、瑜伽信徒、神秘主义者、牧师、萨满和先知通过审视自己所观察到的同一能量场。它被称为阿卡莎、原始之音翁、因陀罗堡网、天籁之音。历史上还流传着许多其他叫法。它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根源，是连接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纽带。3世纪时期的大乘佛教曾提出过一种宇宙学说，与最先进的现代物理学相似。因陀罗堡网是一个比喻，用来讲述一个古老的吠陀教义，即宇宙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因陀罗是众神之王，他创造了太阳，掌控着风和水。想象一张能够延伸到各个维度的蛛网，蛛网由露珠组成，每一滴露珠都倒映着其他所有露珠。在每一个露珠的倒影中，你又会发现所有其他露珠的倒影。整个网在这样的相互倒影中无限延伸。因陀罗堡网可以视作一个全息宇宙，在那里即使是最细微的光线也能照映万象。塞尔维亚裔美国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曾被称为是20世纪创始人，因为特斯拉发现了交流电等众多发明，这些发明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特斯拉对古代吠陀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基于东西方2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他对科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同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一样，特斯拉对外在世界的奥秘进行了深入探索，但他也深刻地审视了自己
就如同古代瑜伽信徒一样，特斯拉用阿卡莎这个词来描述贯穿万物的一态感。特斯拉师从斯米瓦维维卡南达，这位瑜伽信徒把印度的古代教义带到了西方。在吠陀教义中，阿卡莎就是空间本身，一个充满其他元素的空间，与振动共生共存，二者不可分割。阿卡莎是阴，而普拉纳是阳。有一个现代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阿卡莎或者基本物质，那就是分形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的巨大进步，让我们能够用数学的方法看到并重现自然中的图案。分形这个词是由数学家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于1980年创造的。他研究了一些简单的数学方程，当这些方程重复时，就能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内生成一个不断变化的数学或几何形式的数组。它们是有限的，但同时又是无限的。分形是一种可以分割成多个部分的粗略几何形状，每个部分都大约是整个图案的缩小版。这一特性被称为自相似性。曼德尔布罗特的分形被称为上帝的指纹。你看到的是大自然自己创造的艺术品。如果你把曼德尔布罗特的图形转向某个方向，它看起来有点像印度神或佛陀。这个图形被称为佛陀布罗特图形。观察一下古代艺术和建筑形式，你会发现长期以来人类一直把美和神圣的分形图案联系在一起。虽然极其复杂，但每个部分都包含着重建整体的根本。分形学已经改变了数学家对宇宙及其运行方式的看法，每一个新层次的放大都与原来有所不同。当我们从一个层次的分形细节移动到另一个时，就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和变形。这个变形就是宇宙螺旋。时空矩阵所具有的智能，分形本身是混乱的，杂乱无序。当我们的大脑识别或定义一个图案时，我们会集中注意力，好像它是一个事物。我们试图找到我们认为美丽的图案，但是为了在我们的脑海中保留这些图案，我们必须推开其他的分形。用感觉去理解分形，也就是限制它的运动。宇宙中的所有能量都是中性的、永恒的、无量纲的。我们对图案认知的创造力和能力，是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永恒的波世界
和坚实的物质世界的纽带。观察是基于思维固有局限性的一种创造行为。我们通过标签、命名，创造了一种坚实的幻觉，事物的幻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说：“如果你叫我名字，你就否定了我。通过给我一个名字，一个标签，你否定了我成为所有其他东西的可能性。你把粒子固定下来，命名它，把它锁定为一个物体，但同时你也在创造它，定义它的存在。创造力是我们的最高天赋。随着事物创造而来的是时间，时间创造坚实的幻觉。爱因斯坦是第一个意识到我们所认为的真空并非真空的科学家。它有属性，空间本质的内在属性是深不可测的能量。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说过，1立方米的空间里有足够的能量，煮沸世界上所有的海洋。高级冥想者认为，寂静之中蕴藏着无限力量。佛陀曾用喀拉帕斯来描述原始物质，它就像微小的粒子或小波，每秒可产生和消失数万亿次。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就像全息胶片摄影机中一帧帧的画面，快速移动，创造连续性的幻觉。当意识完全静止时，幻觉也就不难解释了，因为是意识本身驱动着幻觉。在古老的东方传统中，数千年以来，人们一直明白万物振动的道理。那达梵天意为宇宙是振动的。那达的意思是声音或振动，梵天是神的名字，同时是宇宙和造物主。艺术家和艺术是密不可分的。奥义书是古印度最古老的人类文献之一，其中记载到，造物主梵天坐在莲花上，睁开眼睛，世界立现；闭上眼睛，世界便就此消失。古代神秘主义者、瑜伽信徒和预言家一直相信，在意识的根本层面，还有境界。在阿卡莎场或阿卡莎记录中，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历，存在当下，亦存在永远。这是所有事物产生的发源地，从亚原子粒子到星系恒星、行星和所有的生命。你永远看不到事物的全部，因为它由一层又一层的振动组成，它在不断的变化，与阿卡莎交换信息。树在吸收阳光，空气、雨水和泥土。
这个我们称之为数的物体，自有一个充满能量的世界。当你的思维停止时，你就会看到现实的本来面目，全部的面貌。树与天与地，与雨与星辰不相分离，生与死，自我与他人息息相关，就像山脉和峡谷不可分离一样。在美洲土著和其他土著传统文化中，人们说万物都有灵魂，这同样表达了每个事物都与一个振动源相连，有一个意识，一个能量场，一个力量贯穿于万物之中。这个能量场不在你身边，而是贯穿于你，与你共生。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是造物主审视自己的那双眼睛。当你从梦中醒来，你意识到梦里的一切都是你，你在创造它。所谓的现实生活也没有差别，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你，每一只眼睛中，每一块岩石下，每一个粒子里，都能看到同一个意识。CERN 是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其研究人员正在寻找这个涵盖所有领域的能量场，但他们没有观察内在世界，而是在观察外在的物质世界。瑞士日内瓦CERN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也就是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实验科学地证明，真空空间中有着一个看不见的能量场。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由一个周长17英里的圆环组成，其中两束粒子向相反的方向运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汇聚，并碰撞在一起。科学家们观察了剧烈碰撞产生的结果。标准模型不能解释粒子如何获得质量，一切似乎都是由振动构成的，但又没有什么事物在振动。这就像有一个隐形的舞者，一个影子隐藏在宇宙中翩翩起舞，所有其他舞者也一直围着这位隐藏的舞者起舞。我们已经看到了舞蹈，却始终没有看到那个舞者。所谓的上帝粒子是宇宙基本物质的属性，是所有物质的核心。它可以解释那些使宇宙膨胀的不明质量和能量。但是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非但不能解释宇宙的本质，反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谜团，揭露出一个比我们想象当中还神秘的宇宙。科学正在接近意识和物质之间的临界点。我们观察原始能量场的眼睛，和能量场观察我们的眼睛是一样的。德国作家学者沃夫冈·冯·歌德说，波是产生世界的原始现象。音流学是对声音可视化的研究。音流学这个词来自希腊语词根 seima， 意为波动或振动。生活在18世纪的德国音乐家和物理学家
恩斯特·查拉德尼是最早开始研究波现象的西方科学家之一。查拉德尼发现，当他把沙子铺在金属盘上，然后用小提琴弓震动这些盘时，沙子就会自己形成图案。随着产生的波动，会出现不同的几何形状。查拉德尼记录了这些形状的整个目录，它们被称为查拉德尼图形。自然界中有许多这样的图案，比如乌龟壳纹或豹纹。研究查拉德尼图形或音流图形，是高端吉他、小提琴和其他乐器制造商判定乐器音质的一个秘诀。汉斯·珍妮在20世纪60年代扩展了查拉德尼的研究，他利用各种液体和电子放大器来生成声音频率，创造了音流学。如果你让简单的正弦波穿过一叠水，你可以看到水中的图案。根据波的频率，会出现不同的波纹图案。频率越高，图案就越复杂。这些样式是重复的，而不是随机的。你观察的越多，你就越能看到振动是如何把物质从简单的重复波排列成复杂样式的。这种水振动产生一个类似向日葵的图案。仅仅通过改变声音频率，我们就得到了不同的图案。水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物质，它是高度敏感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接收并保持振动。由于其高共振能力和高灵敏度，以及内在的共振趋向，水对各种类型的声波都能立即做出反应。振动的水和土是动植物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水中简单的振动是如何形成可识别的自然图案的，但当我们添加固体并增加振幅时，事情就变得更加有趣。在水中加入玉米淀粉，我们会看到更复杂的现象。当振动将玉米淀粉团移动到一个似乎在运动的有机体中时，也许我们可以观察到生命自身的法则。各大宗教都会用反应，当时历史时期认知的词语，来描述宇宙的生命法则。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印加是美洲最大的帝国。在印加语中，人体叫做阿尔帕卡马斯卡，意思是有生命的土。在卡巴拉或犹太神秘主义中，他们谈论神的神圣名字，那是个无法说出来的名字，因为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震动，它是所有词汇、所有物质，一切都是神圣的名字。四面体是三维空间中最简单的形状，事物必须至少具备4个点才能是物理实体。
三角形结构是自然界唯一稳定的自稳定图形。在旧约中，四角兽一词常被用来表示上帝的某种显现。当谈论神的话语或特指神、罗各斯或原始话语时，会用到它。在古代文明中，宇宙的根本结构是四面体形状。在这种形态之外，自然表现出一种居于均衡的根本趋势——湿婆。同时，它也具有趋于改变的根本区——夏克提。在圣经中，约翰福音通常写道“太初有道”，但在原文中使用的词汇是“罗克斯”。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基督诞生前500年左右，他用罗克斯描述根本无法感知的东西，所有重复图案和样式的起源。遵循赫拉克利特学说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将这个词汇定义为遍及宇宙的神圣生命法则。苏菲主义认为，罗克斯无处不在，并存在于所有事物中，这就是无形变为有形的根源。在印度传统中，湿婆纳塔拉加的字面意思是舞蹈之神。整个宇宙随着湿婆的鼓韵起舞，一切都被赋予脉动，充满着韵律。只有湿婆一直跳舞，世界才能继续进化和演变，否则它就会坍塌，重归虚无。湿婆代表我们的静观意识，而夏克提则是世界的实体或物质。当湿婆在冥想时，夏克提试图移动它，把它带入舞蹈，就像阴阳一样，舞者和舞蹈合为一体。罗克斯也意味着真理。谁懂得罗克斯，谁就通晓真理。在人类世界中存在着许多层次的隐藏，就像阿卡莎被卷入复杂的结构中一样，把自身的根源隐藏起来，就像一个神圣的捉迷藏游戏。我们已经隐藏了数千年，而最终完全忘记了这个游戏，忘记了应该找寻些什么。佛教教导人们通过冥想直接感知罗克斯，感知这一变化的能量场或内心世界的无常。当你静观自己的内在世界时，随着意识越来越专注和集中，你将观察到越来越微妙的感觉和能量。通过在意识的根本层面上直接实现 Anika， 也就是无常，人就摆脱了对短暂外在形式的依附。一旦我们意识到有一个振动场，也就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根源，我们怎么能说我的宗教，或者是我的原始翁，我的量子场？世界上真正的危机不是社会、政治或经济危机，而是意识的危机，无法直接感受我们的本性，无法认识到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这种本性。在佛教传统中，菩萨是具有佛性觉悟的人。菩萨发誓要帮助唤醒宇宙中的每一个存在，让他们领悟到唯一一个意识。
要唤醒一个人的真我，就必须唤醒众生。宇宙中芸芸众生，我是要帮助他们觉醒。我的缺点无穷无尽，但我发誓一定会全力克服。佛法无边，但我是要参透它。觉醒之路漫漫，但我是要到达彼岸。